这个影片要来教一下如何使用这一套 SSNS 的这一套 SQL Server 的管理界面软体来建立资料库跟这个相关的资料表。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会拿来当示范的资料内容。那新手可以简单的学习一下怎么用这套界面，很简单的就可以去建立出资料库跟资料表。那已经会的人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情境的资料来做我们接下来课程的这个示范。那首先的话，我们当然上一节课已经教过了就是把一些设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连线了。那连线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位置有个资料库，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打开来看。目前刚装好，里面是没有任何资料库的，所以我们可以按右键，然后新增资料库。那这边的话，资料库名称就取一个你想要的名称。那我这边的话就打一个 Web。那其他地方我们就简单所以都暂时都先用预设的，都不改，我们就直接按确定。那确定之后，这边就会生出一个你刚刚建立好的资料库。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建立这一个资料表，我们一样把它打开，这边就可以看到资料表。那再打开可以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资料表。那我们就来建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第一个要用来做示范的资料表。那我们就按下对着这资料表按下新增，然后新增资料表。那之后它就会跳出一个就是一个界面式的，让你去输入这个资料表的这个栏位。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要用什么样的情境来示范呢？这边就带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网站可能一些机关的网站，通常最常看到的可能就会有这种新闻。那一则新闻里面会需要哪些栏位呢？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我们随便点一则进去。好，那这是一则最新消息。那通常我们可能会需要哪些栏位呢？第一个栏位应该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嘛，那我们就来做一下。那当然，通常我们资料库在做设计的话，第一个栏位通常会是一个组件。那组件的话，通常可能就会用一个流水号它就是当做是一个主要认定的一个组件来做使用。那所以说，我们这边要建立一个新闻的资料表，那我们的组件就取名叫做 NEWS， 然后是一个 ID。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按右键，然后先给它设定成主索引键。那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钥匙。那资料类型通常会用什么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微软的这个 SQL Server 这边，像新闻这种类型的，我们会给它一种在 C# 里面叫 GUID， 那在 SQL Server 里面就是这个UNIQ， 这个我不太会念总之就是这一个。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把资料类型设为这一个。那通常我个人的习惯我会在这边加一些预设值的参数，就是这边加参数的话，就可以避免我在写程式的地方可以少写一些东西。那这个参数就是说，当我这一笔资料产生的时候，我不用给这个栏位一个值，它会透过我的这个预设值的设置而自动产生出一个对应的值。那因为这是一个流水号，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函数可以用 new new id。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在我们新增这一笔的资料的时候，这个栏位自动帮我新增出一个符合它资料类型的这一个流水号。好，那我们第一个栏位是这样。那第二个栏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新闻可能会有标题。那标题的话，我这边通常中文内容的会用一个 unstructured 的资料类型。那这边的话，我标题就先设个250。那后面的话通常标题不会允许空所以把它勾掉。那除了标题之外，那第三个栏位应该就是
内容了吧？那我们内容可能就打上内容。那内容的这边通常也是一个会有中文的，所以我们会用 NVDA。里面的长度我这边可能就不太限制它长度了哦，用一个 Max。这边的话哦，先看到第一个有一个发布日期，所以通常会有一个上下架的这个日期。那我们这边的话，那就是 start daytime。那资料名称的话，我们就用 daytime。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date， 那其实我们要用 daytime。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date 就只有到日期而已，那 daytime 有到10分秒哦，好像还有到毫秒。那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先用 daytime。那其实有时候上下架新闻的话，可能会想说到日期就好，但是我实际在做的时候，其实也还蛮多需求，可能会需要到小时的，就是我可能晚上10点要上架，或者是晚上10点要下架，甚至可能到几分要上架之类的哦，所以我这边觉得用 daytime 会比较合适。那还有谁更新了？那刚刚那边是机关，我们这边就不要这么复杂，我们就是某个人。某个员工会去更新，然后这边的话，员工我会想要把它组件设 int， 所以我这边就先给它一个资料类型是一个 int， 接着还有点阅率 click， 那我们就用 int 来做计数。还想到一个栏位，有时候我们新闻虽然发布出去了，可能因为一些可能写错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原因可能需要暂时下架，或者是就不上架了。那这时候我们通常会给它设定一个 enable 的状态，就是说如果它是 false， 我们这一则新闻就不上架所以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 enable 的这一个栏位。好，那大致上应该就是这样子了。那接着的话，我们就要储存这个资料表，我们栏位都已经设计好了。那储存资料表，你可以按这边，或者是你直接用一个最长的储存快捷键 Ctrl 加 S 好，那这边它就会跳出说，请你输入这个资料表的名称。那我们资料表就叫 News 就好了。那确定之后，这边怎么没有出现我们这个 News 资料表呢？因为它还需要手动去做一个重新整理，就会发现出现了。那我们可以来选取，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设计的资料表栏位。那当然里面是没有资料的。那我们这边还要再加2个资料表，可能之后的课程会示范到的资料表。那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加这个employee 的这一个 ID， 就是谁更新的谁新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应的 employee 资料表所以这边我们会创一个员工的资料表，应该说谁发布的资料表。那这个就是流水号就是一个不重要。那我这边会习惯用 int。那跟新闻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我这边用 int 不用 guid 呢？原因是新闻这种东西通常可能会用主 key 当做它的一个指定存取的一个索引位置。那所以说我们那种东西会比较不希望有人去猜到某一则新闻是哪一个主 key， 所以不会用1、2、3、4这样顺下去。那employee 的话，通常就是一个自己个人在用的，也不需要，也不怕被人家猜到所以这边的话，我流水号会习惯这种无所谓的，我就会习惯用1、2、3、4去做编号。那这边的话，有个让它自动编号的选择，可以选这个识别规格，然后我们按4。接着的话就是每一次增加多少，那我们这边就是1跟1。好，那这边就设定好了。第二个，我们这个员工叫什么名字？那我们这边就简单一个 NVDA我们这边就随随便便，虽然名字可能不会到50，我们这边也就先随便设定一下。好，那名字我们就先简单这样设定就好，不增加太多的栏位。接着我们就按一个存档，然后资料表名称就叫 employee。那这边如果对资料库有一点熟的人可能会想说，有没有要设这个关联就是这个 employee 有没有要关联到这个
这边的employee，那其实我个人是不太设关联的，因为设关联总觉得还是有点绑手绑脚的。我个人是不设关联派的哦，这一派。好，那再做重新整理，我们 employee 的资料表就出来了。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资料表要做，就是我们每一则新闻最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图片或者是档案要给人家下载，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算是附件档案记录的这一个资料表。好，最后大概可能需要这些栏位。那这个附件虽然很明显是这个新闻的一个关联的，算是有点儿子的这个资料表，但是我这边一样是不太去设它的之间的关联。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存档，然后取上这一个 news files 这个名称。好，那到这边我们3个资料表都设定完了。那接着我们先来简单输入一些资料，因为之后要做这个捞取资料，总要有资料让我们捞吧。所以我们这边先把这个资料建几笔进去。那这边可以用一个界面，有一个方式可以轻松建入资料，不用输入指令，就是对着这个资料表按右键，然后这边有个编辑前200笔资料列。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打上我第一个员工的名字也是粘贴者的名字，凯哥写程式。好，那有没有看到这边的话，刚刚是选自动编码，所以这边第一位编码就是1。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秀一下，可以看到已经有1笔资料了，凯哥写程式。好，那接着的话，我们来简单新增几则新闻。好，那这几格都是我们有下这个预设参数的，所以打完这里，我们要让它新增上去，我们就是往下点第2行这个空白这一行，点下去之后，这就新增上去。但是这时候会发现，怎么没有帮我们插值？因为这个时候是看不到的，你关掉，然后我们去 select 一下它，就会发现刚刚没有填的值都帮我们补上去了。那补上去的就是它一个乱数，跟我这个就是刚刚的时间。好，那一则显然是不够看的，我们再多新增几则。好，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有3则新闻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先做一些基本资料，到时候我们示范的时候才有东西可以捞出来。这边我们资料表就建立到这里就先结束了。那接着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登录这一个 Web 资料库的账号，因为我们要登录资料库，一定是要用账号去做登录。应该说，程式去连资料库，一定是要用账号去做连线登录的。那我们刚刚登录是怎么登录的呢？其实是用这个本机账号 Windows 账号验证的方式。那未来我们程式会使用的验证方式会是 SQL Server 的验证，那这就需要用到账号，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来建立一组这个资料库专门用的账号。我们先看到安全性，然后按登录，可以看到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账号了。那我们这边再新增一个我们今天这个资料库要用的账号。那我们这个账号名字就跟我们资料库取的一样，叫做 Web， 然后接着按下 SQL Server 验证，然后我们随便取个简单的密码1234566，好，确认密码也一样。好，接着我这边因为要简单，我这边就把强制密码原则给它勾掉，然后下次登录也不用改变密码。那这边预设资料库我们可以加减选一下，选 Web。好，那接着我们看到使用者对应，这很重要，我必须要对应说这个账号对哪一个资料库有什么权限。那我们这边就看到 Web 这边，在这边打勾，对 Web 有什么权限呢？那 Public 就是预设的，那我们这边会让我们这个 Web 账号对 Web 的这个资料库有 Owner 的权限就是基本上这个资料库就是我的，我想做什么都可以的权限，就是这个 DB Owner 的权限。好，那到这边我们就先这样设定就好，那其他的我们暂时先用不到，我们就按下确定。那这样我们这个 Web 的这一个登录角色就有了
Web 资料库的任何的权限。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设定有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先把它中断连线，然后这时候我们登录的身份就不用 Windows 验证了，用 SQL Server 验证，然后登录的账号密码会是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一组12345好，记住密码，信任伺服器连线。好，成功的连进去，代表你的账号设定没有问题，但是你还要看看你能不能读取这一个 Web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我们就来读取看看。好，成功的读取了3笔，代表说我们以上的设定都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做的一些新建资料库、新建资料表跟资料内容，我们就先设定到这边，然后最重要的账号也要把它设起来。那这就是我们之后课程会用到的账号跟资料库、资料表的内容。那今天的算是一个 SSNS 的基本的界面操作，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